端午节是一个吃粽子的季节。去年我们进行了 PK 大赛，结果上海肉粽输给了台湾肉粽。今年我们去了更原汁原味的店，我们来看一下今年的粽子对决谁会获胜。好吃啊。所以你还是觉得台湾粽胜上海粽？今天我们要来干嘛？吃粽子啊，吃粽子。端午节到了，你自己包的吗？没有，小失望。那我们今天想做一个测评，是上海肉粽跟台湾肉粽的测评。对，为什么会有这个企划呢？是我们去年吧，有一次去一间餐厅吃饭，然后看到菜单上面有上海肉粽、台湾肉粽，然后我们就问服务员这有什么差别，就服务员就看了我们一眼，然后就告诉我们他不知道，就走了。所以我们就想要来比较一下，到底上海肉粽跟台湾肉粽有什么差别。所以我们去年我们就直接去超市各买了一个回来测评，然后发现好像台湾的肉粽比较好吃，但是这位上海同学呢就感到非常的不服气。没有啊，讲那个肉粽真的是不好吃，但我怀疑因为是我们是99买的。对，就不是，就是很随机买的。99的上海肉粽不好，台湾肉粽还可以，还不错。所以我们今年就是设定一个 baseline，就是从99的台湾肉粽，那我们买了一个上海肉粽。对，我就是在网络上就看到刚好有人在讨论哪里可以买到好吃的上海肉粽。对，然后我们去哪买了？那家叫什么？东方快车。对，是一个上海阿姨开的店，感觉蛮 authentic，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测评看看。那我们要先稍微介绍一下，就我所知啊，我是台湾人，我知道台湾就是有分南部粽跟北部。然后我粗浅的认知就是南部粽好像就是用生米包的，然后就直接丢到水里面把它煮熟，用滚水把它煮熟。那北部粽好像是先把米炒熟，然后再把它直接包起来，然后最后就把它蒸来吃这样。那料呢？料是生的还是熟的？料，所以南部粽应该就是生的。就是南部粽呢，它是生米，对，然后加生肉，对，然后下去用煮的，对。然后北部粽呢？北部粽就是把熟的东西拿下去包，对，所以它的料跟米也都是熟的，对，然后再下去蒸，对，所以南煮北蒸，对，差不多是这样。所以你还有一些补充的吗？南部粽跟北部粽它用料上的差别？用料上好像我有看到是糯米上，对，我记得好像是北部是糯米是吧？两个都是糯米，对。但是南部粽呢，它因为是下去煮嘛，所以它的糯米会淡一点，就颜色也会淡一点。然后下去煮完之后呢，就因为味道淡，所以还要沾酱油膏。还有南部粽会加花生粉、酱油膏，对。好像是。那上海粽又是什么样子？上海粽它很奇妙，它有一点做法上有一点像南部粽，它也是生米，对，它也是生米，然后生料放进去，但是呢，它在这个烹饪的过程中有点像是北部粽，它是拿去蒸的，是，对，而且它是提前会在蒸之前先去用酱油上色，所以它是比较有味道的，然后它是用蒸的这样，是，所以说感觉就是有点是两个 mix 的感觉，对 ，OK， 所以我们可以试试看有什么差别吗？上菜。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形状就已经不太一样了。台湾的就是比较三角形，它是金字塔，对，像金字塔这个形状。对，上海的看起来就是比较长条形的感觉。对，你有发现？因为大家都在讨论南北部粽是生米啊、熟米啊这些，我就很好奇上海还是生米煮的还是熟米煮的，所以我去 Google 的时候，人家就说。那个人看起来就不像是会做上海肉粽的，连形状都不一样，所以上海的是比较长条形的、扁扁的这种。所以其实看形状就可以第一个差别。台湾就是一个很三角形的样子，金字塔形的样子。我们是一个扁的三角形。对。好，那接下来好，我们看一下拆开之后得是什么样的。我们不太知道这个台湾的是南部粽还是北部粽。对，这个就是去年99买的。就还不错，不是今年新买，不是从去年放的。我们可以先从拆它感受一下，它是我感觉是打死。A few moments later， 辛苦了。首先它的颜色就已经不一样了。
哦，是吗？哦，这稍微深一点。对，你这是加上酱油，可能海粽会比较。你说上海的会先上色。对，就是在蒸之前会先上色，所以就比较深一点。尝一下味道。尝一下。我这感觉很黏，就是感觉有点像南部粽的感觉。如何？我觉得很香，有粽叶的香气。对，感觉是蛮黏的。对，非常的黏。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啊，这看起来台湾粽啊，你看台湾粽里面就有花生了。对，上海粽是不加花生，没有花生，我们会加筋肉，就是瘦肉跟肥肉。不一样，不一样。糯米没那么黏，而且是不同的味道。我感觉这个酱油味比较重。对，上海那个味道比较重，台湾这个可能还要再沾个酱油膏之类的。我台湾这个已经内馅已经快出来了，我们看一下内馅吧。哇！哦，对，台湾这个这个有加香菇。好大一颗香菇哦！所以上海的是没有加香菇，没有，我们只有肉。台湾的好像会加香菇。你看，好大一颗香菇哦！很香。我觉得料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真的只有肉。有肉。然后台湾的好像料会很丰富哎，你看这里又有一颗花生。我知道为什么糯米吃起来不一样了，它整个是香菇的香气会进到那个糯米里面，所以它是一点点酱油的咸味，然后再加上更多的香菇的香气。然后上海这一个是纯肉香加酱油的味道。上海这个够 authentic 吗？觉得很像你在上海吃到的吗？我觉得有有比去年买的好对，的确不一样。就我吃到台湾这个，就的确就是台湾粽子的，上海的就真的是没有吃过，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感觉。这样，我们来看一下上海的肉粽里面的肉哈，包了很多肉在里面，超多肉，所以我小时候就很爱这个。去年我在九州买的那一颗上海肉粽，我觉得它的肉太干了，对，就是完全是干的咬不动的肉。然后我想象中的，就是我记忆中的，应该是这种软软的小肉，然后会有一点这种小小的肥肉的感觉。对，有看到肥肉，对，大家有看到，对，里面有肥肉跟瘦肉都会包在。对。今年的对了。今年的对。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一颗比较好吃的感觉。我觉得这样比较有味道，但是很喜欢这个。那可能就我没吃过，就觉得还蛮新鲜的。哦。其实台湾这个肉也给很足，你看也是很大一块。台湾这个是连在一起的一块大肉。上海的有一点是分散，对，比较分散，有点细细小小的这种。你看它们肉的质感其实不太一样。上海肉它是一夹就会碎的那一种，你看，对，它是一夹就要掉下去，就会碎。我觉得肉的腌制方式也不一样。我好喜欢这个肉。你尝尝看。我觉得上海是米香跟肉香占多数，台湾的那个肉给我感觉有这种五香的口味，而且你可以看到那个米的程度，真的，你看这个碗边都已经是黏黏的米了。对，上海的米真的是比较糯黏，比较黏。好喜欢吃这个。喜欢。我想把这个肉也吃掉。去吧。既然你这么喜欢吃台湾粽，我们就准备了一个今年的台湾粽，听说很好吃，老板每天早上偷吃一个。同场加映，去了这里的台湾餐厅买了一个他们包的粽子，然后我们是北部粽，说里面有包了樱花虾，然后这个是一猪肉，哎呀，它爆开了。对，你看里面果然有香菇，真的。大家可以慢慢享受它爆开的过程。那蛮香的，我已经闻到香味。是啊，我觉得这最香。你看这一块肉有多大？对，它也蛮肥的，你看。所以他才做了另外一个牛肉，是怕给不想吃肥肉的人吃。试试看吧。好，首先我们也是从它的米开始吃好了。完全不一样，粒粒分明。
毅力粉，完全不一样。对。来看一下香菇，好吃啊！香菇很香，香菇很香哎。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应该是笋。好香哦！这个好好吃，对，像笋的感觉，像笋的感觉。好香哦！天哪，好喜欢这个。我感觉还有加黑胡椒，你有吃到一点点辣辣的感觉，好像有。你试试看肥肉，好期待油脂在你嘴里爆开的感觉，很香，真的很香。Guys， 这个很好吃，樱花虾，感觉是蛮好吃的。今天3个比起来，3个吃下来，你最喜欢哪一个？这个，所以你还是觉得台湾粽胜，上海粽。没有啦，我是真的觉得他们各有各的特色。对，我也觉得。但是就我个人而言，像这种那么多肉，然后又有很大块的肥肉，然后又有笋，然后还有什么香菇，对我来说就是吃一道菜可以吃出5道菜来，就很加分对，我觉得台湾粽现在胜在它里面有加香菇，真的蛮香的，真的闻起来是香的。对，上海粽是调味比较足的感觉。这个真的好吃，明年不买99了。对。但其实听说还有其他好吃的，下次有机会再吃吃。这是本次的影片啦，喜欢我们的话帮忙按赞、订阅、开小铃铛，一键3连。好，拜拜。